移民智利生活贵，居留申请心头累。这样说是不是让你对移民智利有点望而却步呢？Hola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今天要分享2个故事，一起深入了解移民智利的真实面貌。这些真实案例不仅能了解到智利的生活成本、居留申请，还让人看到移民过程中的挑战与惊喜，结局绝对是意想不到的哦。Vamos！今天的主角是 Lina， 她是3个孩子的妈妈，带着一家人移民智利。她该不会是为了跳莎莎舞才去智利的吧？莎莎舞可能只是附加价值啦。Lina 本身就超会跑，她之前在比利时、法国、德国、叙利亚、安哥拉都工作过，还在印度跟黎巴嫩当过志工，根本是世界飘飘走的达人嘛，根本是个世界公民嘛。那么他移居智利的签证是怎么申请的啦？ Lina 的先生是在智利的一家公司工作，那就能以配偶身份去申请签证。他形容办理过程相当简单，但需要耐心，因为排队的时间很长很长。但幸运的是，在办理签证期间是怀孕，这让她享有很多优先待遇哦，因此可以跳过排队，快速完成办理手续。真的是母凭子贵呀。那么她要在智利生小孩咯？对啊，她的第3个孩子就是在智利出生，在办理身份证、护照时，只花了15分钟就完成所有手续了。另外2个小孩去办理手续的时候都享有优先待遇哦。在办好身份证之后，就可以在银行开户、开通电话号码啦。Lina 因为她老公在智利有工作而获得居留权，所以在智利生的小孩就能有公民身份咯。真的这么顺利？难道没有一点点困难吗？而他说，如果不太懂西班牙语的话，过程就可能比较麻烦了。而关于在智利生小孩获得身份的事情，我们之前详细聊过，有兴趣的话回头去看看吧。那么他为什么会选中智利移民呢？这就是故事有趣的地方了。来自英国的 Lina 和她老公带着小孩搬到智利圣地亚哥，还在那边当起了自由撰稿人哦。一边带小孩，还一边当自由作家，感觉很硬核啊。真的，他说在智利全职工作文化很保守，工时超长，而且人际关系似乎比能力更重要哦。It's very much focused on who you know rather than what you know. 想要找到好工作的话，可能去烤肉趴认识的人比网上求职还会更有用了，所以他就经营自己的事业，这样感觉比较好。所以他那么丰富的履历也没什么用呢？差不多吧，不过他也说可以选择做兼职，虽然是1周还是要工作5天，但工作时间可以稍短一点，可以在下午3点就下班去接小孩或者忙其他事情。弹性上班时间确实不错啦，不过在智利工作钱有那么好赚吗？这就是重点了。Lina 表示在智利生活费超高嘞，一个人1个月就要100万披索，换算成美金大概是1200元。100万耶，听起来好吓人啊。那他们一家5口是怎样生活的呢？他说是比较勉强生活的那种吧，也就是说不会包含太多娱乐活动、旅行或者额外的开销。如果要更好的生活品质，想要经常在外面吃饭或者家庭成员比较多的话，费用就会更高了。外食方面，智利跟其他地方相比又怎样呢？他说比英国或西班牙，智利的外出用餐开支明显偏高。那么他们一家每人100万的生活实际上是怎样呢？ Lina 与丈夫有3个孩子，分别为1岁、4岁和6岁。她主要是照顾3个孩子，这已经几乎占据了1整天的时间。等到晚上或者有空的时候，会自由接案，为报纸、杂志写文章，内容是关于移居海外生活的经验，因此收入可能不太稳定。他是如何安排孩子的教育呢？如果想让孩子进入好的国际学校，费用会非常高。虽然他的孩子也是就读私立国际学校了，但并不是顶尖的那种，所以费用就便宜一点。听起来就觉得开支不少啊。那么她老公的工作又如何呢？她的先生在智利有全职工作，但没有详细说明工作内容。
估计算是比较典型的家庭吧，要照顾3个小孩，还要写文章。Lina 是够呛的啦，感觉蛮厉害的呀。对啊，他说如果想在智利存到钱，真的要赚很多才行。而且大家以为在智利可以天天滑雪、游山玩水的那样子，实际上这些活动都很烧钱啊，都要离开城市才可以进行。他们家可能为了节省开销，减少了很多娱乐活动哦。是啊，他不喜欢过度消费，对于智利人习惯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消费模式感到非常担忧。生活的那么精打细算，会不会很难交到当地朋友呢？他说在智利很容易交到朋友，可以透过小孩学校或是当地的外国人社群。他还有很多朋友是嫁给当地人，这方面算是比较容易融入。那么智利的治安如何呢？感觉安全吗？ Lina 表示她居住在智利感到很安全，他们家就住在公寓大楼，相对于独栋房屋公寓会更安全，但也不是说完美无缺。她有听说一些关于房屋遭遇入室盗窃的案件，还有街头犯罪的问题，最近也开始变多。这些跟地区有关嘛？住在富人区会不会更好呢？他居住的 Las Condes 也出现过偷窃抢劫案件，但他和亲友都没有遇到过任何暴力事件，也没有被抢劫的经历。看来拉丁美洲真的治安堪忧啊。Lina 提到，拉丁美洲的治安方面名声确实不太好，不过相较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而言，智利感觉上还是相对安全啊。还是要保持警惕，尤其在人多的地方。那边智利的医疗服务又如何呢？他说，在智利，大家通常都会先选择私人保险公司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保险方案。他们一家就投保了不保健康保险，几乎涵盖了所有需要的医疗服务。但在选择之前，建议大家做好功课，了解不同医生诊所的服务哦。难道比英国还更好吗？公立医疗系统相比之下，英国看起来会比较好。如果能负担得起私人医疗保险，就能在智利获得比较好的医疗服务。Salary and health insurance were my absolute no-goes. 看来他对智利的私家医院是挺放心的啦。不过买私人保险也挺考验超能力哦。对啊，所以他也有谈到要准备离开智利移民去其他地方了。为什么要离开呢？有说什么原因吗？生活费压力山大嘛。虽然很喜欢智利，也交到了很多朋友，但为了长远的储蓄计划，他们还是决定离开。毕竟是3个小朋友的家庭，开支肯定不少啦。那他之后要去哪里呢？下一站嘛，他没说，但估计可能去欧洲吧，因为有提及过，也想离家人近一点。真可惜啊，不过他的故事还真的是挺有参考价值的啦，很详细的说到生活各方面，值得按赞分享哦。接下来要谈到一位堪称移民智多星的故事，他的移民经历简直比连续剧还要精彩哦。这就是上集有提及过的被智利拒绝的故事吗？对啊，主角就是 John 跟他老婆 Alice。就在2017年，他们决定移居智利，开展新生活。为什么想要去智利呢？看来背后有 long story 啊。他们就单纯觉得智利超棒，很想去体验一下南美风情。一开始，他们就在美国的智利领事馆申请了1年的临时居留签证，结果超顺利就通过了。感觉像是新手运啊。真的，他们还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分享在智利的生活。而且 John 学了一段时间的西班牙语后，还在当地电视台主持了一个节目哦。太厉害了吧，这根本是人生胜利组。而且住在智利没多久，儿子 Moses 就在那边出生了。Moses 的身份证办理非常顺利，直接就变成智利人了。这是一颗在智利诞生的小明星啊。对啊，每次别人问他来自哪里， Moses 都说智利。看来生活得很开心啊，他们就是明星家庭啊，为什么申请居留会被拒绝呢？在临时居留签证到期后，他们就接着申请永久居留签证。John 说当时可以申请5年有效的签证。
智利永久居留也只有5年吗？感觉不太永久耶。也许当时的政策跟现在不一样吧。我现在了解到的是，如果连续2年以上离开智利，永久居留才会被撤销，在到期前可以申请延期2年，所以最多可以离开4年。原来如此，那么之后怎么样呢？结果呢，John 的申请很顺利就通过了。人生胜利组果然不一样。那他老婆呢？他老婆 Alice 的申请却被意外拒绝了。该不会是她长得太漂亮而被嫉妒吧？这起码也算有个理由，但问题在于 Alice 的申请被拒绝是没有任何理由啊。没给理由，这也太扯了吧！真的超扯了。然后 Alice 不得不重新申请延期临时居留签证，这表示又要花钱跑流程，手续费也不便宜啊。还好临时居留可以延期，等过一段时间就再尝试申请永久居留。第2次有好运吧？他们住在智利的这几年，一直为这件事烦恼，可是每次申请都被拒绝啊。难道不能申诉吗？当然有了，他们还请了律师帮忙告到法院啊。这看来是场硬仗啊！作为外国人生活在智利，基本权利算是有保障，但始终不是当地公民，有时候维权也很艰难啊。这也是移民人士普遍遇到的问题啊！而且听说有些政府部门啊，真的很不给面子。人家要按规矩办事，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啊！会不会是当初在申请程序上或者文件上有什么问题呢John 没有提到这方面啊，但最后结果是提告失败，律师也没有办法。他们说签证是看官员的心情决定啊。什么烂理由啊！不是说智利是南美的欧洲国家吗？怎么都没有依法治国呢？也许大家的理解有所不同呗。总之听起来超扯的啦。这家人前前后后在智利生活了7年，John 还当了电视明星，儿子 Moses 也是智利出生，但是因为 Alice 永久居留的问题，在这5年内一直申请，一直被拒绝，然后又要一直延期临时居留签证，花费了巨大财力和精力，最后他们不得不决定离开智利。住那么长时间，应该很喜欢智利，要离开一定很难过啊。难过那是不用多说了。那么他们要搬到哪里去呢？他们决定搬到厄瓜多，重新开始第3人生哦。哇，原来当了我们的邻居啊，会不会在街上会遇上这个大明星呢？人生这场旅程嘛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难道又有什么剧情翻转的套路吗？又在John的影片发布5天后 ，Alice 的签证居然通过了。不是吧？难道发到网络上真的有作用吗？嘿，这就不得而知啦。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身处厄瓜多 ，John 形容这简直是 crazy。他们一家人为了签证问题搞了5年，却在影片发布的5天后，并且不再需要的时候，就获得了批准，让人感到非常讽刺。也许这就是无意义的成功吧，也表示官僚主义在智利可能蛮严重的呀。不过也算有好处吧，至少他们一家人可以随时再去智利旅游度假，算是个额外福利吧。相信John的经历为大家带来不少参考啊，请按赞订阅这个频道来支持我们吧。想了解更多智利移民签证，就来看这支影片吧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ciao ciao。拜拜。